你现在看到的照片都是旧型号手机拍摄的，全部是原图输出，不经过手机自动调校，也不用软体后置调色，更不需要高档的设备，不要复杂的摄影棚，几乎不受场地的限制，在自己家里就能了。大家好，这里是暗黑手机摄影频道，我是熊老板的小秘书。因为熊老板他是个害羞的老宅男，不太敢说话，所以就由我来替他开口吧。说到暗黑摄影，你们可不要误会，这名称里的暗黑两个字不是那种周二风格的暗黑，而是因为我们的手机拍摄过程真的需要利用大量黑暗环境，而这些技巧会在之后的教学中一一讲解。今天是第一集，就从拍摄难度较低的玻璃遇水开始吧。先等一下，虽然说难度低不代表它就很简单，所以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基本的观念以及我所使用的设备。如果您性子比较急的话，可以先跳过接下来的解说，直接到9分35秒去看拍摄流程啦。拍摄使用的设备呢，我也会标注在下方说明栏。OK，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大家先看这张照片，玻璃、雨水，我随手挑了几张来介绍。其实应该算是一系列，这都是在同一天拍摄的，也都是原图。拍摄的时间是2017年，当时使用的是华硕的手机。哇，快8年了。照目前3C 产品的迭代速度，8年的话，估计手机可以叠8弹了吧。可以看到画面中水花凝结的瞬间，很明显的，这是属于高速摄影的技巧。这时候必须要充满好奇心的再问一次，老手机要如何突破硬体的限制，才能得到单眼相机的高速摄影效果？还有，所有的手机型号都适合这样玩吗？其实无论手机的厂牌、价格或是新旧型号，只要具备手动模式，或是透过安装 APP 来添加手动拍摄功能，那几乎绝大部分的手机都可以玩暗黑摄影。也就是说，要达到画质最纯净以及最高速凝结的效果，就一定要避开手机的自动模式。由于硬体的限制，即使达到最佳光线条件，手机高速快门的画面凝结效果仍然远不及单眼相机。目前的手机也不支援高速闪灯同步，而依靠自动提高感光度或手机补正运算来提升快门速度，往往会牺牲画质，导致噪点增多或细节损失。大家应该都有过拍摄瀑布的经验。当我们用手机直接对准瀑布拍照时，手机的自动模式会根据环境进行判断，这对于拍摄的结果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临时找不到瀑布，就用家里的莲蓬头示范一下。人一般的室内照明的话，手机可能会选择较慢的快门速度，水流就会看起来很丝滑。如果特地用手电筒增加亮度，手机可能会尝试拉高快门速度，就会产生冻结效果。这样看起来，如果光线够强，手机是可以玩高速摄影的。一般来说，手机在自动模式下，只有在强烈光线的环境中才会启用高速快门。昨天很幸运出了个大太阳，阳光直射到浴室里，趁这个机会正好来示范手机的自动模式以及最高快门下的高速摄影画面。大家可以大致比较一下，在光线充足时手机的极限表现如何。这张是全自动模式，由于光线非常充足，手机选择画质优先， ISO 值为最低的50，然后快门达到510分之1，也算是够快，可还是明显看到水花脱衣的轨迹。这张是半自动，我可以设定成这只手机最高的快门，速度4000分之1秒，手机也因此把 ISO 感光度拉高了，可以看到冻结效果更明显了。但是和暗黑高速摄影相比，即便是同一只手机拍摄，无论是画质或高速凝结效果都差了一大截。忘了说，这几张都是原图，没有经过任何后置调色，
所以即使手机越来越聪明，它也不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哪里。像这张照片的凝叠效果，光靠手机的快门上线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已经是接近或超过1/1000快门速度才能捕捉的效果。这一颗爆浆的柚子是一张货真价实的手机照片原图，同样是拍摄于2017年，也是使用华硕手机。是的，那已经是8年前的型号。哇，刚刚我上网查了一下，华硕这型号已经出到第11代了呀。我记得我这第2代手机是2016年买的。这个关于爆浆水果的拍摄，我们也会在之后陆续推出。现在打开玻璃与水，照片的原始数据资料，暗黑手机摄影的秘诀就藏在里面。可以看到同样是使用华硕的 Zenfone 2，拍摄时间是2017年5月，ISO 感光度设定为该机型最低的50，这点也确保了手机当下最纯净的画质。最后呢，让我们看看最重要的快门数据。没看错吧？快门速度居然是16秒。你没看错，不是1/16秒，但是快门16秒，拍出来的照片应该是像这样才对吧？不对，应该是这样。够奇怪吧？手机用高速快门都搞不定了，这样长时间的曝光，又如何冻结喷射的水柱呢？利用慢速快门玩高速摄影，这反向操作真的是把人弄糊涂了。别急，接下来就要揭露秘诀了。这就是手机高速摄影最关键的秘密武器——离奇闪光灯。说真的，老型号的闪光灯就非常棒了，最小的出力就有可能达到1/1000秒的瞬间闪光效果。我手头上这2只闪灯都是将近20年前的老型号了，分别是佳能430 X2 和尼康 SB800，在拍卖网站上都可以找到便宜二手货。这种小型闪灯携带方便又耐用，到现在还是我的主力设备。说到这儿，我们的暗黑手机超高速摄影必要的设备就是这2样了，一只闪光灯，还有就是一只支持手动拍摄模式的手机。闪光灯的部分不一定要2只，我自己呢是习惯分成 A 灯和 B 灯，分别负责主体光源或辅助光源。多数情况下，像是这次的拍摄主题，用一只闪灯就够了。忘了说，我之前使用的几只华硕系列手机都已经功成身退。目前的手机是2019年华为 P30 Pro， 也是撑最久的一只。这只手机实在非常耐用。落实拍摄步骤比较复杂的主题，或是像我经常只有自己一个人拍，那可以考虑再添加一个闪灯触发器，能远距离遥控触发闪灯，不用担心破坏了闪灯的固定位置，不用手忙脚乱，可以争取更多拍摄时的从容。当然，刚开始触发器买功能阳春的就行，便宜的就好了。只要我们可以使用手动模式，再搭配闪光灯的瞬闪特性，就能轻易实现手机高速摄影。刚开始尝试时，手机快门越慢会更容易，因为你会有更多的缓冲时间，让闪光灯在快门闭合之前触发。闪光的瞬间就是唯一曝光的瞬间，时间就会在这时候冻结了。有意思的是，因为闪灯够亮，你可以设定极低的 ISO 感光度，达成手机所能呈现最细腻的画质。但是这里要注意，因为快门有可能是6秒到16秒的长度，如此长时间的曝光，拍摄环境就一定要够黑够暗。所以按下快门之前，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关灯。要不然一开始我就说了好多遍，我们是暗黑手机摄影行。好了，原理讲解就到这里，现在就前往我们的温馨摄影小寨看表演吧。哇，这张小青蛙的照片我记得也是2018年拍摄的，它的准备过程相对复杂了些，之后会制作一期详细的拍摄流程。这浴室看起来有点窄啊，不过窄小的空间也有它的优势。浴
浴室虽然窄，但是好处也不少，环境反射少，光线也容易集中。就算是拍摄过程搞脏了，马上就可以冲洗，而且现成的莲蓬头就在里面，这可是重要的拍摄工具。开始布置我们的场地吧。一张稳固的椅子，这是我们的拍摄中心点。把旁边的小置物扭动一下。我们还需要一个黑色的烤盘，之后几乎任何跟水有关的主题都离不开它。还要一件深色低反光的旧衣服，它固定在椅背，当黑背景用的。这只玻璃杯正是今天的主角，目标是把它变得晶亮通透又水灵。先把它放在烤盘的中心，至于玻璃杯要摆什么花样呢，就随个人喜好。烤盘先加水，把它加满，然后烤箱，设定200度15分钟。不对，我们是正经的摄影频道。还有旁边的马桶盖拜托一定要盖上，你不会希望到时候墨菲定律过来找你的。现在把手机切换成手动模式，趁浴室的灯还亮，再把玻璃杯的焦距对准了，构图也调整到位，尽量用平视的角度，场景边缘就不会露馅儿。如果有光学变焦功能的，也可以善加利用，毕竟水势很汹涌，靠太近的话，清理镜头的次数会多一点。手机的快门调成6秒，如果担心拍摄时的反应时间不够，也可以改成10秒到16秒，这样时间绝对是很充足的。接下来将 ISO 感光度调成最低，我这只华为手机的 ISO 最低值是50，如果色温可调整的话，可以调成5500K 左右，接近闪灯的色温。前面说过，我把闪灯分成 A 灯和 B 灯，这次的拍摄只会使用 A 灯，把 A 闪灯的出力值调到最小就可以，这样闪光速度最快。旁边的小置物架，闪灯 A 就放在这儿，高度还蛮刚好的，灯和玻璃杯的高度看起来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把 A 灯对准斜前方的玻璃杯，可以测试拍摄了。先别急着忙玻璃杯冲水哈，现在只是在做光线测试而已。还记得前面说的暗黑摄影3大步骤吗？直接来一遍吧。第一，把浴室灯关了。第二，启动相机的快门。3，在快门连倒数关闭之前触发闪灯。OK， 现在可以把浴室灯打开检视一下照片，看看光线的分布。看来不只是玻璃杯，连背景也被打亮了，这样不行。背景要全黑，不能吃到闪光灯，必须做个调整。衡量一下 A 灯的角度和范围，这投射到背景的光线必须要挡住的。直接来到大楼地下室的资源回收区，找到大小适中、轻薄又坚固的纸盒。我们需要制作一个临时遮光板。说是制作遮光板好像太过头了，不就只是撕一张纸片吗？但暗黑手机摄影都是尽量就地取材，随性可用就好，千万不要花一堆钱去堆装备。来线索一下 A 灯的范围，把遮光板 A 固定好，尽量让通过的闪灯光线只能照亮玻璃杯子。再来试拍一次，还不错啊，这次的测试看起来是没问题了，没有漏光，背景黑得很。正式拍摄前可以先用莲蓬头朝向玻璃杯方向，喷几次水柱，感受水杯的大概位置。因为待会儿灯一关，进行拍摄时，你就什么类都看不见了。继续把浴室灯关了，再来启动手机的超级慢速快门。趁现在，莲蓬头对准玻璃杯，持续冲水，在快门连倒数关闭之前触发闪灯。哇，这张背景露馅了，效果看起来还可以，只可惜水柱太细，玻璃和水的碰撞强度不太够，要调整一下莲蓬头的出水，顺便帮玻璃杯换个姿势。
是可以。冲击的水花明显都冻结住了，接下来就照这个模式，多拍几次，熟练之后也尝试更多的变化，是不是很有意思？暗黑手机摄影的乐趣就在于压榨出老手机极限的这段过程，需要一直的动脑筋去摸索，然后不断尝试，去完成想象中的结果。如果你也觉得很有趣，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会陆续推出更多精彩的有特色的内容。那就下回见，拜拜。